中国选手就是不堪一击的饭桶，水平根本不咋地，一回合就能被我 KO。这是日本女拳王藤野惠宪对所有中国选手放下的狠话。她之所以如此嚣张，正是因为在此之前曾将数十名中国姑娘暴打毁容，有的被她打到口鼻喷血、吐血不止，赛后整张脸已经完全毁容，而有的被她打烂了整张脸，伤口如同被菜刀砍了一般，完全无法直视。她纵横日本拳坛长达20多年，无人能敌，被称为亚洲格斗女王。凭借刁钻毒辣的拳法和不讲武德的作战精神，把对手打哭已经是家常便饭，把对手打到毁容才是她的最终目的。平均每2场比赛就要把一个对手暴打毁容。虽然说她已经退役多年，然而这一次日本官方却花费重金把她重新请了回来。我们三顾茅庐花了整整6000万，终于请来了日本国宝级女拳王。这一次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铲除张伟丽，我们必须要夺回亚洲女拳王的宝座。然而对手听说对手是张伟丽，竟然表示1分出场费都不要，免费替日本铲除张伟丽。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日女子拳击大战的现场啊！举办地点正是在日本东京。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杀入到日本东京，大战日本的传奇女拳王藤野惠宪。观众朋友们，这一次日本官方呢，为了把亚洲女拳王宝座夺回去啊，那真是煞费苦心了。不仅是下了血本还把这个传奇女拳王这个拳坛老太太给请了出来。好，注意看绿色上衣，红方选手便是日本选手藤野惠宪。我们看他一上来便火力全开，不断的压迫。但是要小心，这个地板稍微有点滑。看情况，张伟丽有些危险，进入到地面应该是不可避免了。虽然说这个时候藤野惠宪处于上位，但张伟丽凭借极强的作战经验，一边圈住对手的狗脑袋啊，一边在找调整姿势，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站起来。圈臂的同时啊，顺利站起来。好，重新回到站立。这个拳都很重啊，两位女选手的打法都很硬朗。张伟丽很年轻，而对方啊，观众朋友们啊，已经像个鸡蛋一样散了黄了，他都快40多岁了。双方现在是互有命中，但是很明显啊，还是张伟丽的拳打得更准啊，更快。而这个日本老太太，就是打，防守都不做。我们注意看藤野惠宪，他改变了战术，他发现战力上有些吃亏。我们注意看这个日本选手的脸蛋啊，这张老脸呢已经是原本是个黄脸婆，结果被打成了红脸婆。难道是害羞了吗？并不是啊，他是被张伟丽打的。张伟丽在下位圈住了对手的手臂，现在又箍住了对手的头颅，把对方呢拖入到了一个自己的封闭式防守之内。这样一来，对方即便是拿到了上位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方式。看起来藤野惠宪这个老太太不打算放过这个好机会。这根拳坛老黄瓜啊，如今已经是人老枯黄。但是看张伟丽的踢腿效果不错，对方呢根本压不上来，裁判重新开始了比赛。双方都是用脸接拳啊！这种场面我们在男子选手比赛见过，女子选手比赛这还是头一回。
对方曾经是亚洲格斗一姐啊，她是亚洲女拳王数十年了。但随着张伟丽的横空出世啊，那么这个亚洲女拳王的宝座已经是江山易主，改变了人啊，换成了我们。而对方不服啊，哦，漂亮，低扫效果了。哦，对方学起了张伟丽，学的有模有样，哈哈。但张伟丽是蹬腿，而对方像个蛤蟆一样。果然，观众朋友们啊，看一个人要是不顺眼，哪都不顺眼。漂亮！目前来看，张伟丽换拳是有优势，因为张伟丽的速度会更快。我们打3拳啊，对方能打1拳，这样一来的话，怎么换拳都是赚的。哦，突发情况，我们看对手的额骨已经开始飙血了，但张伟丽的鼻血也随之流了下来。好，日本裁判为了保护日本选手，临时终止了比赛，开始进行伤口上的处理。好，我们注意看，但是没有医护人员理张伟丽，因为张伟丽只是流了一点鼻血，而对方啊，哦，应该是这个眼皮上方啊打出了口。哦，这个角度看对方呢，已经是被打成了猪头啊，猪头闷子。哦，看这个血，哇，我们看这个血啊，已经是飙到了对方啊，这个浑身上下哪里都是。好，再看张伟丽的话，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我们看，哦，藤野辉先，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紧急改变了战术，一上来便下潜抱摔来偷袭我们。好，但是我们看对方的血，哎呦，对方的又脏又臭的血流到了张伟丽的身上。这是今天啊，这就是他瞧不起张伟丽的代价。在这之前，经常的是他把我们中国选手啊暴打毁容，那么这一次他也是尝到了毁容的滋味。哎，什么情况？这怎么频繁的终止比赛，帮对方处理伤口呢？我们看这个血呢，暂时是止住了，但是稍微一打呀，恐怕又是止不住的。哦，又是肘击，又是肘击啊，又是一个伤口。哎呦，这一下结束了，不能再打了，再打真的是要大出血了。哈哈。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伟丽拿下了日本女拳王啊！这个屹立于世界拳坛啊多年不败的日本女拳王，非常的精彩啊！今天也证明了谁才是真正的亚洲一姐。好，再次恭喜张伟丽。那张伟丽多年以前啊，这个刚出道的时候啊，被一个日本人击败过，那么这一次也算是把失去的都拿回来了。那么下期视频见。注意看这个卑鄙的老外之后啊，哇，直接啊，又来，又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对，又是这样。哦，在这场中国选手刘策和荷兰恶徒艾利诺的比赛当中，刘策万万没有想到，艾利诺竟然无视比赛规则，无视裁判，3番5次对他进行恶意犯规。刘策作为目前我国最出色的重量级选手，也是目前中国首位世界级双冠王。在搏击擂台上的刘策就像一个巨神兵，双拳犹如2把大锤，轮番一众高手，双腿更是化作镰刀，让无数英雄高手竞折腰。而来自于荷兰的马里诺不仅在比赛当中相当的无耻，在赛前也常常对对手进行挑衅，是一个不折不扣、自大狂妄的恶徒。好，让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对比。刘策身高1.94米，马里诺身高1.89米，双方臂展都是1.91米，而在年龄方面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双方差了9岁啊。刘策的话要比对方年轻很多。好，这边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注意看红方选手刘策，而蓝方选手便是马里诺啊，对方是一个拳坛老油条了，来自于荷兰。
双方不仅年龄上差了9岁啊，在身高上我们侧面上来看也相当明显了，比赛经验会更丰富。对，刚才呢其实跟大家介绍了2位选手，现在继续来说一说。哦，斯考滕上来之后啊，直接连续的重击，刘策能不能扛住？刘策啊，连续2次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遭遇到对手连续的重击。斯考滕在场上的是没有给任何的机会，刘策稍一走神，马上就输出自己的重击，还在猛攻，我们看还在猛攻，连续的打斧、高扫、袭击，刘策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再来前手的摆拳，刘策现在只能用手来护住自己的脑袋，连续的上勾周旋。好在刘策的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要不然刚刚啊真要被对方这一连串的进攻啊给一波带走了。可以说这个马里诺是在规则的边缘疯狂徘徊。给大家科普一下，在自由搏击的擂台当中呢，如果2名选手开始了搂抱啊，那这个时候应该裁判介入将2个人分开。刚才马里诺也摆出了一副等待裁判的感觉，骗到了刘策，结果就在刘策放松的时候，他一把推开刘策，然后开始补拳。可以说他的演技很高超啊，但是啊，他完全没有武德。斯考滕防住了。现在因为斯考滕刚才输出了非常多，所以现在是需要缓一缓。是现在是刘策的反击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更多的一个进攻。双方互相前刺，低扫，连续低扫。刘策现在就属于一个爆炸站的比较紧，但是我已经没有空间和这个预判能力来进行躲闪。是因为刚才的连续的重击啊，不仅是这个身体承受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在场上，又是这样。我们的裁判艾迪提示斯考滕要听裁判的指令。比赛才开始还不到1个回合的时间，这个马里诺已经连续3次来偷袭刘策了。因为这个马里诺心里很清楚啊，他知道自己的年纪上很吃亏啊，身高上也很吃亏。如果不速战速决，赶紧解决掉刘策，那么等待他的只有失败。但以这样的行为赢得了比赛，那又能怎样呢？他能收到的只有万人的唾骂。刚才跳在空中的一个上勾。好的，又是连续的左右输出，低扫，连续的低扫，连续2次砍腿。好，这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第一回合刘策呀硬生生吃到了对方3次偷袭，但最可笑的是，现场裁判没有任何一次啊这个正儿八经的扣对方的分儿，只是口头警告了1次，而其他的时间啊他都是当作没看见。我们看这个马里诺像发疯了一般啊，想要一口气吃下刘策。但他也没有想到，这个22岁的东北辽宁小伙，他的硬度啊这么的强，这么的高。好，这边第2回合双方的比赛开始了。在第1回合刘策吃了亏，看一下第2回合啊能不能够找回他的面子。大家看看重开第2回合之后呢，会不会有所改变？对手马里诺斯考滕呢是今年31岁啊，目前的他的历史战绩20战15胜5负，也是战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刘策呢，目前呢，我们看他历史战绩呢10战8胜2负，其中有2次是 KO。对，因为这个来自于荷兰的这个斯考滕呢，都知道荷兰这个是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一个国家。对，所以出大级别的选手呢是非常的多。而他肯定能找到这个很多跟他身高相仿的这种训练的伙伴啊。对，但对于刘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刘策可能就很难找到跟自己身高相仿的这种训练和陪练的对手了。你看上来第2回合之后，刘策稳了一些，其实对手并没有能够占到太多的便宜。刘策可以说是目前我们中国自由搏击领域在重磅级拳坛啊最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选手了。可以说刘策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篮球界的姚明啊，他的身形体型呢，在对外的时候，无论是对战英俄美法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手啊，他都不吃亏，而且大部分的时候和情况呢，我们都是占优势的。在这一点上啊，我们真的是看到刘策的比赛会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呼吸，裁判这个是不可以的。提醒是不能用头去顶对手。是。我们看这个马里诺斯考滕啊，是属于这个
在规则边缘游走的选手。对，这是比赛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是。对于刘策来说，这场比赛应该是学到了很多。漂亮！对手后退了，我们看刘策要抓稳自己的进攻的节奏。这个机会要抓住，对手退了。刚刚这下有效的重击了对手，上攻又一次。你看有效连续第3次、第4次，有没有后手顶膝？对手还是不倒。现场的观众也发出了那个雷鸣般的加油的声音，给刘策加油。正端漂亮。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10多秒了，刘策这一边一连串的进攻打了半分多钟啊，但是这个马里诺就是不倒。但是这一波连续的反击和重击啊，也是把第一回合的面子和情况都找了回来。我们看马里诺的反击，此时此刻就像棉花糖一样，对刘策造不成任何威胁。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了。没办法，体能上的话也是跟不上了啊，包括在时间上也不太够了。到目前为止2个回合双方各拿下1个回合，第一回合是马里诺的，毋庸置疑。对方通过卑鄙的手段拿下，不过第二回合很明显是刘策扳回了一城。双方目前现在是1比1的一个战况，不过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回合，第3回合。可是现在2个人的体能都到达了极限，就看谁的意志力更顽强了啊！到底谁更强？我们先画一个问号，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回合的对决。双方再来第3个回合，现在感觉胜负的天平是处在1比1的这样的情况。斯考滕的高扫。分开之后又是要打刘策，这次是机灵了，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刘策，应该说心里有情绪，对心里有小情绪，很不舒服。那第一回合这个利用这种规则的这个边缘占了很多便宜，刘策的边线要打回来。刚才有连吸，然后有缠抱，又是这样的情况。刘策这个刚夸了他，结果就又吃亏了。对手应该说这个方法打得很油啊！我现在真的很强烈建议我们中国的拳击协会禁止这个选手来我们中国参赛。短短的3个回合，对方连续4次偷袭了刘策，我真的是受不了了。而且现场裁判的话也是完全不管不问，这个偏袒的行为呢，我只能说已经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不过我们看刘策好像是因为对方的这个偷袭呢，变得更为兴奋变得更为亢奋了。漂亮，连续的重击。最后一个回合，我们看马里诺已经不出拳了，漂亮，他的拳也很软。很明显，此时此刻他没有了体能，而且我估计他现在还在找偷袭的机会，要小心。又来，又是这样，你看，我就知道这个家伙他是贼心不改。低扫，继续低扫，刘策想要进。前刺在上钩，但是都被对手给挡住了。又是低扫，双方这个进攻的威力都下来了。是，这会儿呢，更多的要看自己的毅力，看谁咬牙坚持。对，刚才这个刘策的教练大喊就手拿高，手拿高。对，你看他还有这种小假动作，把这个拳往外甩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假动作佯攻，要加把劲，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比赛的压制能力他还不够。对，第3回合，对手打得很油啊。对，第3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场比赛真是给刘策真是上了宝贵的一课。我们看这个马里诺呢，通过这种油滑且非常肮脏的手段在不断得分，但是刘策这一边比较耿直。我们玩心机玩心眼子的确是玩不过对手，但绝对实力是不弱于对手。最后的10秒钟，比赛马上结束。低扫，最后10秒。我觉得我们的裁判 idea 也是用的生命来拦开这2人。好，这边双方的3回合大战终于结束了。那么最终的判定结果，刘策很遗憾输掉了比赛。但是我只能说虽败犹荣，败给这么一个卑鄙恶徒那没办法，对方耍手段，裁判也不管，打分员眼睛更是瞎了一样那没办法了。虽然说输掉了比赛，但刘策也学到了非常宝贵的一堂社会实践课好，比赛到此结束。还是那句话，我强烈建议国际拳击组织给这样的选手终身禁赛。哎呦，打开了，口子开得很大。对，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国选手下手如此凶狠，将老外打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对手的教练看到这个情况坐不住了，立马冲上了擂台，当众就要挑战中国选手张立鹏。张立鹏，这一次你能赢，完全就是靠运气，但你不可能每一次运气都这么好。如果你敢和我打一场，我保证让你死个痛快。其实张立鹏和这个家伙早就有过交手，早在5年之前，由于张立鹏年纪太小，经验不足，因此输给了对手。但如今5年已经过去，昔日的张立鹏已经完成了蜕变，将当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在了他徒弟的身上。现在我打你 very easy， oh no？暴力大鹏张立鹏，他打法强硬，拳风彪悍，曾创下过国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16连胜。难寻敌手的张立鹏向全世界发起挑战，击败他可以拿走500万赏金。听到这个消息，一对师徒立马跑到中国，向张立鹏发起了挑战。在发布会现场更是挑衅意味十足，对这500万势在必得。但万万没有想到，率先出场的弟子在张立鹏的手下连2分钟都没有挺到，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输掉了比赛。见此情形，当师傅的卡波尔立马冲上了擂台，向张立鹏再次发起挑战。今天等于是这个罗德里格啊，替自己的弟子报仇。对，张立鹏是替自己一雪前耻。对，所以这个翻战，所以这个故事啊，已经非常丰满了。对，就是看结果。而且2个人呢，对对方都非常的了解了。张立鹏这次可能要运用更多的这种站立技术。对，你看整个这站架，自己的后脚在往后走。对，重心压得比较靠后。对，张立鹏输给罗德里格卡波尔呢，是在5年之前啊。当时的张立鹏是一个刚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技术不是很全面，打法也并不是很成熟啊。当时呢，只知道猛打猛冲，因此输给了对手。那这一次我们看张立鹏呢，可以说相当的稳。好，卡波尔要打内围了。对方呢来自于巴西啊，他是一个柔术大师啊，巴西柔术的黑带，所以说在摔跤和近身缠斗这一块，可能是对方今天啊主要的进攻手段。真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卡波尔的地面技术肯定是没得说。张立鹏呢这些年就是征战这种职业赛事，也地面技术也已经很成熟了。是的。这打头打累，卡波尔确实是经验老道，上下都有。这个卡波尔的这种站立能力并不差。对。柔术黑带只是代表了在柔术一系里面他有很高的成就。对。由于他们2个观众朋友们啊，对彼此实在是太了解了，所以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要多稳有多稳。正是因为太了解了，所以说知道对方的弱点在哪儿。2个人都在小心翼翼的啊，在试探对方。好，张立鹏还有些挑衅动作，试图去激怒对手，让对手呢失了方寸。目前第一回合已经过去了半个回合，张立鹏在拳腿功夫这一块啊，观众朋友们绝对是不输对手的。即便是近身的缠抱，我们也不输对方。对方擅长柔术，而我们擅长摔跤啊。因为张立鹏来自内蒙，打娘胎里他就会摔跤。中手。前手摆拳。卡波尔现在在这个距离，也在找机会，但是不太好进去。对，因为他的这个张立鹏的前手拳给他架得很死。后手一旦距离近了，这出得很快。对。漂亮！这个远距离的上勾拳啊。虽然远距离的上勾拳发力不太完整啊，但是有的时候会给对手造成一定的影响。猝不及防。对，漂亮！这种立体式的打击啊，非常的漂亮。像这种上下结合的这种，在站立式格斗里面非常经常会见到。对。其实对于张立鹏来讲，观众朋友们啊，其实最大的敌人还真不是对手，而是自己的心魔。曾经有很多职业拳击手向自己昔日的仇人发起过挑战，但成功的人数啊寥寥无几。这就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只要张立鹏能够克服自己的心魔，我觉得战胜对手啊绝对是不成问题。因为目前的张立鹏16连胜啊，好漂亮，这个防摔做的相当不错。我们看罗德里格卡波尔卯足了劲儿，下潜的速度也很快，但张立鹏
不动如山。刚才是控制了大鹏的一条腿啊。漂亮，左拳右脚，对，连击不错。好，观众朋友们，双方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相比上一场张立鹏打对方弟子的比赛，这一场呢真的是稳的不能再稳了。因为上一场的话，打对方卡布尔的弟子仅用了不到2分钟，而这一场我感觉有可能会打满整场比赛。因为对方也是个老油条，他不会给张立鹏太多的机会。好，第二回合双方比赛继续。我们注意看了，白色拳套的是中国选手暴力大鹏张立鹏，而黑色拳套他昔日的仇人罗德里格卡布尔。前腿啊！好，后手，还是别后手重拳的。对，大鹏还是延续了第一局的技战术啊。卡布尔也把节奏加快了，而且他一定要得让自己压进去。是的。龙边我们看两个人一直都有动作，哇。这个踩脚趾的技术其实很有用啊！对，双方今天啊，真是在内围缠斗这一块啊，真是暗暗较上劲儿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两个都卯足了劲儿，但谁也摔不倒谁。好，现在又反过来了，又变成了卡布尔来压制张立鹏。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并不清楚这样的内围缠斗对于力量上的考究和体能上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两个人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其实此时此刻都把吃奶的劲儿啊都用出来了，都不想落下风，所以说都卯足了劲儿来抗衡对手。顶的是大腿内侧，对，这很有经验。因为我们中国的理论就是那里有穴位啊。对。即便是这样，双方在顶流的一个态势下，腿下还有动作。有。两个人这手上这种很短距离的这个拳的发力，我们听的都是砰砰作响。对。好，大鹏主动撤出来。又严重的低扫。这防身不错。在空手节的规则里面，只要是双方任何一方只要3点着地的时候，是不允许用腿法进行头部的。小心！现在罗德里格卡布尔他真是骑虎难下呀。在战力层面上，他的拳腿功夫啊完全不如张立鹏，而他最擅长的摔跤啊，结果发现又摔不动张立鹏。到目前为止，张立鹏的防抱摔的概率是100%。好，又来了，又一次稳稳的防住。而且我能感觉到现在卡布尔他的体能也没有那么好了，他的冲劲和摔的能力我看没有之前那么狠了，想拽啊也拽不倒，想摔也摔不翻。他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有效的打击。裁判在示意要有动作，没有动作要分开。对，两个人都没有实际有效的攻击或者是转换动作。卡布尔这个磨得很痛快这一腿效果，这一腿效果非常明显了，又是一腿。双方第二回合比赛马上结束，我们看现在的罗德里格卡布尔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啊，直的是直跳脚。现在他是踩足了油门，加大了马力，疯狂的寻求机会，但张立鹏呢真是无懈可击，一点机会都不给他。而且现在在分数上，卡布尔也是被张立鹏啊落了一大截。对，肌肉类型也是，张立鹏其实也同一个类型了。卡布尔腿已经开始瘸了啊。对，但是拳上绝对不输阵的。对，你看走路已经开始有问题了。这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选手。我们看他虽然腿上的已经有伤，行动已经稍微有点受限了，但是在整体节奏上他是不愿意输掉的。对，好漂亮。时间马上到了。对。很精彩啊！我觉得好，观众朋友们，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在第二回合最后的10秒钟啊，张
张立鹏这一波上位的砸拳非常的过瘾。当年他 KO 张立鹏用的方式啊，就是这种砸拳啊。今天张立鹏全都还回来了。我们看他们两个现在的状态，体能消耗啊，应该是非常大的啊，都在喘着粗气。但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回合，不知道张立鹏啊今天有没有机会能够 KO 对手一雪前耻，让我们拭目以待。走路已经明显有问题了，对，强忍着。张立鹏也是控制得好，3局，前2局一直没有进入到地面。对，其实张立鹏肯定觉得我没必要去跟你进入到这种地面的缠斗啊。漂亮！这脚下啊一动，一旦跟不上之后，这拳就跟不上了。对，漂亮！不光是进攻往上贴不进来，你看现在他刚才躲这一拳他都躲不开。对，是的。热没进往前，现在确实受影响了。对，整个的身体的节奏他都有点跟自己的想法是脱节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对。看情况，第3个回合，张立鹏应该是想采取一个稳妥的战术啊，拿下本场比赛。因为此时此刻两个人的体能消耗都非常的巨大，如果继续拼下去的话，风险会很高。张立鹏只是压制住对手，也不做太多的砸击。时间1分1秒过去，我们不着急，着急的是对手啊。你看这些个腿活，对方无论怎么绊腿，张立鹏都有所准备，根本办不倒。然后张立鹏才是一个20出头的，真的是年轻小伙子。是。卡布尔也是拿住这个把位啊，不舍得撒开。对啊，因为如果要再分开的话，张立鹏在站立上对他的杀伤力太明显了。现在张立鹏这个不管是前手还是后手，卡布尔很少能躲开了。对，这个距离已经很难去意识到了，但是身体做不到。对。最后又有了。对，最后一局时间过半了啊！漂亮！是连续的几记后手，对，有点打晃了。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今天真是我呀低估了张立鹏想要复仇、想要 KO 对方的想法了。现在他们两个是更换了攻防的角色，张立鹏处于笼子中央的位置，向卡布尔不断发起站立上拳法的进攻。我们看卡布尔，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前2个回合，尤其是第2回合打得那么猛了。因为他的年纪要比张立鹏大呀，所以说体能消耗也会更多更快。又来了，卡布尔他有点轴啊，这是一头倔驴，你真是不见黄河心不死。这场比赛对方啊向张立鹏发起了不知道多少次下潜的抱摔了，但是每一次都没能成功。转身拿背了，这个小子张立鹏要小心，对方极有可能把张立鹏拽倒，然后做一些个降服的动作。但张立鹏一看3点着地，2只脚是2个点，1只手是1个点，此时呢相当稳固。一开始进入到笼边就比较僵持。对，卡布尔的体能也不够。想要拿背，对。但是这个张立鹏往前甩，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张立鹏用过这个技术啊。我们看，但是双脚一旦搭扣的话就很难。对，这个位置千万不要让卡布尔倒，因为他2个手控制的张立鹏的腿。对。脚上搭扣，还有1分钟，一僵持，放弃了，换位置，因为卡布尔知道再僵持下去其实没有太大进展，对，没有意义，对。最后的50秒钟，真的是现在卡布尔这个反应能力也都有点变慢了啊。双方的比赛还有最后的20秒马上结束，就看最后的时间里啊，张立鹏能不能够抓住一个机会 K 掉对手。我们来期待一下。漂亮，哇，很重。但张立鹏呢不着急，打2拳就走。相当的冷静，相当稳了，他不想再输给对手了。漂亮，主动下潜抱摔，最后的时间。比赛结束，观众朋友们，比赛结束了。这场复仇大战3个回合，我觉得张立鹏的战术和表现几乎是无懈可击，太完美了。
好，最终的结果没有任何悬念，让我们恭喜张立鹏成功复仇。